2. 长难句分析，讲到了咱们这几个最有挑战性的部分。你先试试能不能听懂，还是那句话，听不懂先听高中语法学哈。长难句分析开始了，别生气哈。1. 并列句成分的对应，什么意思？并列连词前后的词性一定是对应的，这能听得懂吗？并列连词前面是个名词，并列连词后面也得是个名词。并列连词前面是个副词，并列连词后面也得是个副词。我喜欢大雁俺谁，那个词我不认识，应该是个人的名字，还得是个名词，这就叫词性的对应。什么叫成分的对应？就是连词前是个名词，连词后也得是个名词，连词前是个句子，连词后也得是个句子。为什么？因为连词在连接两个成分同样东西，这就成分要对应啊。那刘二万一连词前后的成分不一样的，连词前是个形容词，连词后是个句子，不可能。如果这个样子不会用连词来连的，连词前后的词性和成分一定是对应的。好，举几个例子，什么叫词性的对应？来吧 ，He opened the door， 他打开门 ，walked in and put down his school badge。这是and在并列3个句子，所以它的词性前后成分是要对应的。He opened the door, walked in, put 的过去式还是 put 呀，它不能写成 put 的呀。好，词性对应，成分对应，听得懂吗？ She's a humble and motivated girl。她是一个非常谦虚而有上进心的女生。humble 这个单词咱们讲没讲过 ？hum 表示泥土，怎么讲泥土？人的呀，人就用泥土做的呀，所以泥土的一个人特别贴近泥土的，是不是咱们的农民？卑微的、谦虚的 ，humble。motivate 也讲过呀，它的原型是 move 运动，使你动起来，那么积极乐观的吗？能够让自己动起来的一个人，她是一个谦虚并且非常有上进心的女生。and 再并列2个单词，这个单词是个形容词，这个词一定是个形容词。所以很多人会说，刘老师这个单词加个 ed 不是个动词吗？不可能 and 前后2个都得是形容词。他们这些单词你不会的，我讲完你都要会背哦，不是开玩笑的呀！你以为听听语法都结束了 ？Humans can learn languages by making mistakes and correcting them。连词 and， 前面是一个非谓语 making mistakes， 后面也得是个非谓语 correcting them。人们学会了语言，通过犯错和纠正它们 ，by making mistakes and correcting them。好 ，and 再并2个非谓语动词。是不是同意了吗？同学们，你同意成分词性是对应的吧？ My girlfriend is pleased with what I have said and all that I have done。前面是个从句，宾语从句咱们还没讲到，但是你应该知道是个从句，为什么呢？因为你应该知道 what 是个引导词呀，你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用 what 而已。what 是个引导词加句子，不是从句吗？and 在后面都不用看，一定带这个从句，要不出错了。All that I have done，that 是引导词 ，I have done 是个句子，引导加句子从句，所以 and 在并列前后2个从句。你只需要听懂成分词性对应就行了，你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他用 all that， 他用 what， 你都别管这事儿了，后面都会讲。好，继续来啊。It's a big problem for me to be a teacher or to start a business。It's a big problem for me to be a teacher or to start a business。all 前后再并列2个动词不定式 ，to be a teacher or to start a business。我到底是做一名老师还是开始我的新的商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我来说。是做老师还是出去创业呢？好 ，all 再并列2个动词不定式。同学们，我说到这一定要说一句话，我在每个班都会说这句话。我不知道你们会有多少人以后会做老师，同学们。如果你做老师只是为了挣钱，请你不要做老师，你不能玷污了这份职业。因为我见过太多不负责任的老师了。我上次在北京，一个学生让我的签字，我很感动，我说让我抱抱你们，一个女生。他说刘老师你给我签字，别人都签考研成功，什么一战成硕，他说刘老师你给我签，我说签什么？他就说你就签
教师这个职业是太阳下面最光辉的职业。我笑了，他说真的，刘老师啊，我不骗你，这是那个谁说的名人名言，你写嘛，你给我签嘛。他急了，我说你是第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一个学生。所以我告诉你，做老师一定为什么在凭良心？因为你的对象你在教书育人，你在帮助别人，他不是送外卖送卡了，我把它赔了，我再给你再买一份。当老师真的在凭良心，对吧？我女儿这数学最近学得很不好，我就问她你为什么没学好？我老公说你不会为什么不问老师？他说我问老师了。我说你的老师怎么说的？他说他数学老师说的是这道题我已经讲过了，如果你不会你就问别人吧。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老师到底每天做不做噩梦呢？是我说的对不对？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我妹妹在帮我带小孩，就是我叔叔家的孩子，在我们家帮我带小孩，他女儿在读初3，这来暑假来我们家了，我老公说帮他复习学习的知识呀，是不是吗？结果一翻开他的书，每本书从来没打开过，就像新书一模一样，就学了1年的一本书，从来没打开过，打开还能闻到书的香气。我妹妹把他打了一顿，打往死里打，说为什么书从来没翻开过？这个我没管，我在管的是一个学生上课从来没有翻过1次书，那老师没有发现过1次吗？如果老师发现过1次，为什么不跟家长说1次？也没让你管，你就跟家长说你家孩子从来不翻开书。不说了，朋友们，真的做人得凭点良心来了哈，老师更应该凭良心，因为你误的真的不是一个人，那一个班至少得误30个人没有问题的。好 ，to do something or to do something， 好不好？对，并列2个动词不定式。好，继续来。The little boy fallen safe, and he called the policeman at once。这是and再并列2个什么？赶紧说，句子呀。这个小孩发现了一个贼 ，safe 贼。And he called the police at once， 他立即叫了警察。and 再并列2个句子呀，一定不是2个动词不定式啦，也不是2个非谓语啦，并列2个句子呗。所以前面是个句子，后面一定是个句子。没问题了吧？没问题，咱就不说了。那刘老师，并列句前后的词性和成分一定要对应，跟我考试有什么关系啊？哟，就是这并列句中的省略现象，听不懂啊？你先别问了嘛，你先跟着我听。你就跟着我听，你别去想东西。省略的成分，那并列句为什么会有省略呀？因为说过了再说，不就重复了，不好看吗？比如我爱大雁，我爱小雁。如果你写的是 I love 大雁 and I love 小雁，看不好听，所以他写的是 I love 大雁 and 小雁。所以第2句话把 I love 省略了。对，省略，那会省略什么呢？这个东西呢，刘老师？1可能省略主语，咱们会举例子的。等一下啊。第2可能省略 be 动词，就把 be 动词给省略了。3省略主语和谓语。4省略重复的其他内容。反正省略出现的原因就是因为和前面重复了呗，只要和前面一样的，后面的部分都可以省略的，所以省略这么多。4是最搞笑的，是省略重复的其他内容。什么？说的很不具体，咱们来举几个例子好不好？来看一下省略主语，比如说这种是我们见的最多的，同学们 ，She's poor， 她很穷 ，but has great ambitions。他很穷，但是志向远大。同学们，你明显省略了谁？大声说，谁呀 ？She's poor， 他很穷 ，but she has great ambitions 呀。但是他有着极强的 ambitions， 显然省略了主语。这种最简单，对不对？说到这句话，我一定要多说一句话，同学们。我前2天看到一个老人，是什么专家，什么专家，无数个头衔，说的是建议普通人不要立鸿鹄之志。因为你立了鸿鹄之志，你也没有人力，你也没有资源，你也没有能力去实现，最后自己搞得一地鸡毛，到中年后梦想也没实现，觉得人生一定很后悔，小事没干成，大事也没做成。所以你同意这种说法吗？我特别讨厌谁说普通人、穷人不要立鸿鹄之志，就写这句话以示抗争，同学们。如果穷人永远不能立鸿鹄之志，那这个世界上穷人永远都是穷人，富人永远都做他的富人，是吗？所以我告诉你，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在，是谁说的这句话？是陈胜吴广说的，是在他们农民起义的时候。所以当陈胜吴广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也只是个农民而已。你怎么知道农民有鸿鹄之志不能实现？我最讨厌谁说这句话，我跟你说。我为什么特别讨厌？因为我跟我姑长大的，我姑经常吵我。我姑说的最狠的一句话就是，我永远都记得，她就指着我的头说：“
你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你的梦想永远不会实现的。想的太多，啥也实现不了。我永远都记得他说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我这么多年一直在拼命努力，我真的有着 great ambition。这句话写的是我的，应该是拼命的努力奔跑，拼命的努力奔跑。我为了证明什么？为了证明我也能过得很好，我也能实现，我也有鸿鹄之志，我也能实现。所以你知道在这条路上奔跑了多久吗？我拼尽努力的去学习。当年考研的时候，我的最好的朋友问我说：“小袁，你报哪个学校？”我说我还没想好呢。他就说：“中国的大学你都不要报，因为中国大学都对不起你所有的努力，你的努力全国大学都不配。”因为他知道我是高考是怎么读出来的。我大学没读好，我大学读了一个非常河南的普通的2本院校。当年我读那一年是俺们学校第1年招本科，我是我们学校第1届本科毕业生。我很清醒的嘛，我知道我是个穷人的孩子，我一无所靠，我什么都没有。我妈去世很早，我爸从来也不管过我。我能改写命运的机会就这一次了，就是考研。所以我奔跑了那么多年，我告诉你，考研我考得有多好。我当年的法硕考了365分，清华大学的复试分数线才是325分，后来是被调剂了。但是刘老师，你现在不是混的，我现在混的没有那么好，同学们，我现在没有你想的那么大的成功。但是我在鸿鹄之志这条路上走了这么久，同学们，我没有实现我的鸿鹄之志。我告诉你，我的鸿鹄之志是什么？我的鸿鹄之志是做一名国际律师，在国际法庭上为中国人做全英文辩护。我要让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存在。我没有完成我的鸿鹄之志。我告诉你，我今天得到了什么？我依然做了一名还算我认为非常优秀的英语老师。我对得起学生交的每一分钱，我对得你听我课的每1分钟。我们每年课我们讲的30%都不一样，你能做到吗？哪个老师能做到每年的课每年能变30%不一样？我讲考研17年了，最起码能把课全程跟着我听完的学生，还没有人说我的课讲的不好。什么意思，同学们？当你的梦想是太阳的时候，你的梦想可能到不了太阳上，但是我们可以落到月亮上。说的对吗，同学们？再说我们有鸿鹄之志，我们也不是不去行动啊，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的呀。同学们，我告诉你，人生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人生最遗憾的事情不是没有成功，人生最遗憾的事情是我本能够成功，我没有去做。所以在鸿鹄之志这条路上，你一直往前走吧，同学们。如果你能实现你的鸿鹄之志，特别好，同学们。如果没有实现你的鸿鹄之志，比如你的鸿鹄之志在这，我能人生到这个位置也很好，总没有一点志向强吧。其次，我再说一遍，人生最遗憾的事情不是没有成功，是你本可以。所以全力以赴的去做吧。当我们7老8十的时候躺在床上快死的时候，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也曾经奋斗过，我也曾经努力过，只是我的能力不足以让我成功。不遗憾不后悔不行吗？谁说穷人不能有鸿鹄之志？我就得有鸿鹄之志。岔题了，同学们。She's poor, but has great ambitions。太激动了，同学们，少了一个主语。主语怎么了？因为和前面主语是一致，所以省略了，这就是省略主语。再来一个吧，省略 be 动词。你看 ，Its scientists were the world's best。这讲的是2战后的美国。他说，他的科学家是世界上最好的。And its workers the most skilled。他的工人 the most， 怎么少个谓语？又少个 were， 对 were 省略了，那就是对你不要觉得这么少个谓语。Its workers the most skilled 省略了 were， 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有个 were， 所以主谓之间的把谓语动词 were 给省略了。好，这是省略 be 动词。那刘老师还能省略什么东西？省略主语和谓语。The news made John happy。这个消息使 John 很开心 ，but Mary sad。使玛丽很伤心。所以你明显省略谁？跟你说 ，Mary 对应的是 John，Happy 对应的是 sad， 那省略谁 ？The news made。省略主谓 The news made 连到一起就是这个消息使 John 很开心，但是使玛丽很伤心，是吗？把主谓都省略了，因为一样，避免重复省略。是不是英语还是非常讲究外观的美丽的，对不对？好，省略其他内容，咱们来稍微看一下。走 ，I was beaten and you too。我挨打了，并且你也是，那省略了谁？显然 you 对应的是 I 呀，那省略了谁？它是 I was beaten and you 说 were beaten， 连到一块就是我挨打了，并且你也挨打了。I was beaten and you were beaten too， 你也挨打了。好，继续来，这句话特别好 ，Reading makes a full man。
conference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an exact man。我不说，你告诉我省略了谁？这是3个并列的句子，明显看出来，第一句话是个完整的句子 ，reading makes a full man。第二是 conference a ready man， 显然没有谓语动词，所以省略谁 ？makes。第3个省略谁 ？makes。同学们，你自己写作文可别省啊！我的个天呐，就你那水平省略的错的，哇塞，被老师笑得残废。对，这是长难句分析可以省，走起。Reading makes a full man, conference makes a ready man, and writing makes an exact man。连到一块就是阅读能使我们做一个充实的人。Conference 你不认识吧？这个单词我们在词汇班讲过，讲的说所有的佛都来了 ，CON 表示所有的 ，FER 想着佛，开会协商，对，讨论使我们成为一个机智的人 ，ready 可以翻译有准备的，可以翻译机智的、敏捷的，就经常讨论能使我们变成一个非常敏捷的人，是吧 ？And writing 写作能使我们成为一个非常精确的人，因为写作你要润色那些词语呀，能让我们做得很精确的人。好，结束了。是不是很好？这句话可以背下来作为名人名言出现，好不好？好，那刘老师，那如何查找省略的内容呢？好，那如何查找省略的内容呢？同学们，这些例子举的都特别简单，你一眼都能看出来。其实我们在做考研长难句分析的时候没那么简单的。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省略了 makes 啊？我怎么知道？对，那如何查找省略的内容呢？被打直了，这几个最核心、最难的一块来临了，开始。来，咱们看，认真听啊！用这个简单的来做例子，用简单来做例子，你会舒服一些。走，同学们开始了啊！认真听啊！只要有连词的出现，不一定会有省略，对，通常会有省略。这句话没问题，对不对？再从啊！只要有连词的出现，通常会有省略。只要有省略，看着我的脸，告诉我一定会省略在连词后，还是省略在连词前？只要有省略，是一定会省略在连词后还是连词前？肯定是连词后啊！别一会儿我带着你找省略，你省着往前开始补，说前面省略了，前面不省略。再怎么说？我刚才说的什么？只要有连词的出现，通常都会有省略。那我怎么知道省了没有？你读一下呀。如果读起来意思非常的完整，如果读起来意思非常的好，那就是没有省略呀。如果读起来觉得好像少点东西，那说明有省略呀。只要有省略，一定省略在连词后，连词前是不可能省的。没问题。那怎么查找省略的内容呢？听好了，同学们，连词后面有的成分，连词后面有个代词 you， 怎么听？一定省略的连词后，所以连词后面有的成分，连词前面怎么有？是一定有还是通常有？我猜你说的是一定有。好，咱们就先说一定有，咱们一会儿讲着点儿，你会发现不是一定有，是通常有。那有什么区别？你别问啊，那你就先记笔记吧。所以连词后面有的成分，连词前面一定有，你先写上一定，给一定圈个圈，打个问号，先别问。所以连词后面有的成分，连词前面一定有，连词后面有个 you， 所以连词前面一定有个 I 来对应它。对，代词对应代词呀。连词后面有的成分，连词前面一定有。那谁有谁没有的成分，便是连词后省略的内容。连词前面有，看到黑板 was beaten， 连词前面有，而连词后面没有的成分，便是省略的内容。连词前面有，而连词后面没有的成分，便是省略的内容。同学们，你都写完了吗？来，闭着眼。睁着眼看着我的脸也行，把我刚才说的这一坨话跟我说一遍，认真说，每个人必须说，边说边去想，这不是啰嗦，必须说一遍，用心去说。一句话只要有连词的出现，通常都会有省略。省略一定会省略在连词的后面，所以连词后面有的成分，连词前面一定有。连词前面有，而连词后面没有的成分，便是连词后省略的内容。理论听懂了，刘老师？理论听懂了。好，理论听懂了，来，咱们继续正式开始看几个长难句，感受一下，好不好，同学们？第一句话是，这是2000年的翻译题，先不看，同学们。同学们还记得咱们讲完第一节课吗？讲完简单句，咱们说分析长难句第一步找什么词呀？答，找动词。如果一句话有多个动词的，就找主句的谓语动词。这是第一节课讲完，对不对？咱们第二节课说完了并列句，
告诉并列句告诉你，分析长难句的第二步找什么词？找连词呀。因为连词在连接两个句子呀，只有连词后面才可能会有省略呀。你连词都不找，你怎么知道省略在什么地方呢？再从分析长难句第一步是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如果只有一个动词，肯定是主句的；如果有多个动词，就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呀。分析长难句第二步找什么词？找连词。看着我的脸，但是你不要走火入魔，看到连词都找。有些连词不用找，哪些连词装作没看见？当连词在连接两个单词的时候，这个连词就别找了。比如说刘小燕 and 刘大爷 are my friends， 这个不是连接两个句子，又不会有省略，你找它干嘛呢？刘大爷 and 刘小燕 are my friends， 刘小燕是美丽的 and 温柔的，这个 and 还找它干嘛呢？所以分析长难句的第二步找连词。当连词在连接两个单词的时候，这个连词就装作没看见，因为它没有用，它不会省略。听懂了。当连词连接两个单词装作没看见。上次同学问我说，刘老师，那我怎么知道连词在连接两个句子还是在连接两个单词呢？睁开眼呀，这是个连词，前面是个形容词，后面是个形容词，那肯定是连接两个单词的呀。前面是个名词，后面是个名词，肯定连接两个单词的呀，对不对？如果 and 前面是一个介词， and 后面是个名词，那显然不是连接两个单词的呀，对吧？睁开眼就睁开眼都行了，啥都问为什么。好，来看这句话，先找什么词呀？先找主句的谓语动词，再找连词。当然你也可以是两步一起进行。来读一下吧，不要翻译啊。Under modern conditions, this requires 找到了。Very matters， 这一定是主句的谓语动词呀，因为前面没有引导词呀。我还得找连词呢呀，刘老师，找到动词还不行，还找连词，刘老师。Very matters of centralized control and 连词。Hence the help， 这个 help 一定是个名词，因为前面有 the。Of specialized 一定是个形容词在修饰三配词词。你怎么那么厉害？ of 是个介词，介词后面肯定是名词，怎么可能是个动词呢？啊，对。Such as economics， 这个 and 还找不着？你看 ，such as economics and operation research experts， 这个 and 还找不着？不找，因为 and 在并列两个名词，经济学家和什么专家。好，来，可以了，刘老师。谓语动词是 requires，and 是个连词。我们先看 and 前面是个什么结构，对不对 ？and 前面是主语，谓语是 requires， 主语是 this， 宾语是 very matters。同学们，就是我没有讲定语，你应该也知道 of centralized control 肯定是个小定语在修饰 very matters。好，这句话是一个什么结构？走，主谓宾结构，宾语后面跟了一个小定语，句首跟了，这是什么语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答管它什么语呢？刘老师还没讲，我只需要找到主谓宾就 OK。好，找到主谓宾，那这个 and 后面有省略吗？刘老师，我也不知道呀。对，咱们一会儿先把 and 后面翻译完，然后你再确定跟前面的意思一对应，读起来很舒服，就说明没省略呀。如果读起来意思不舒服，就说明有省略呀。好，咱们先看看 and 后面是什么东西。首先 and 后面没有谓语，你发现了没有？发现了。那你能不能发现 the help of specialized sentences such， 所以你看这一坨是个定语在修饰 help， 能发现吗？能发现吗？ such as 举例子没问题吧？好，咱们先翻译 and 前面，对，它是个完整的句子，咱翻译完整的句子再说。走起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不要翻译在目前条件下，翻译成目前现在，写作文就完全等于 nowadays。对，目前现在 under modern conditions， 目前现在，这需要 require。需要要求，这需要各种措施 very 各种各样的措施，这需要各种什么的措施呢？ centralized control， 你翻译成中心控制也行，你翻译成中央控制也行，你翻译成集中控制也行，都可以。好，连到一起就是张开嘴哈。目前这需要中央控制的各种措施，很简单。好，后面所以帮助。好，定语上谁的帮助？专门的科学家的帮助，还专门的科学家不就是专家吗？所以专家的帮助，这能翻译对不对？所以专家的帮助，比如说经济学家和 operational 操作研究专家，比如说经济学家我听过，我咋没听说过
操作研究专家，操作研究专家是什么家？你先别问，你猜当年翻译成操作研究专家给不给分？给分。你没必要非得知道什么是操作研究专家，谁知道这是什么家呢？这都是国外的学术论文，你都翻译一对给分不就行了吗？就是操作研究专家。讲完了，当年最标准的翻译成运筹学家。啊，别啊！你翻译成操作研究专家不是也给你分了吗？你生什么气？对，运筹学家是他最准确的意思。好，咱们一起来翻译。我把这句话，咱们要不你闭着眼听吧。如果你听着很舒服，就说明没有省略；如果你听着不舒服，说明有省略。开始了。目前这需要中央控制的各种措施，所以专家的帮助有没有省略？肯定省了，就是所以专家的帮助肯定省了嘛。同学们，我告诉你，他肯定有省略，因为读起来意思都不对，并且你刚才就应该知道有省略，为什么？因为 and 在并列两个句子，对不对？咱们前面不说了吗？成分要对应，那 and 前面是个句子，后边怎么可能没有动词呢？对 ，and 前面是个句子 ，and 后面必须是个句子呀 ，and 前面是个名词 ，and 后面必须是个名词呀 ，and 前面是个短语，后面这一定是个短语呀。你 and 前面是个完整的句子，你 and 后面都没有谓语，所以肯定有省略呀。省略了谁？开始了。1、2、3，一句话只要有省略，一定会省略的连词后，而不是连词前。这不刚才刚说的吗？所以连词后面有的成分，连词前面你不是说一定有吗？那连词前比连词后面多的成分，不就是省略的内容了吗？好，来看连词后面有什么？有个字 help 是个什么字？名词，加 of 加个什么东西？加定语。所以 and 后面有一个名词加定语。那你能在 and 前面这句话里边也能找到一个名词加定语对应这个名词加定语吗？来，帮我说 ，This requires very layers of centralized control。你能找到一个名词加定语吗？快点说。能 ，very layers 就是个名词 ，of centralized control 就是个定语。好，别眨眼了，没眨眼都没了。所以1、2、3。Very layers 对应的是 the help， 名词对应的名词 ，of centralized control 对应的是 of specialized scientists。那连词前比连词后多了谁？一目了然，谁 ？This requires， 多了一个主语和谓语，对不对？并且这个主语和谓语在名词加定语前面哟。所以你需要把 this requires 补在 and 后面这句话，名词加定语前面哟。所以补在 hence 的前面。好 ，hence 和 the have 的中间，那就是 this requires， 是吗，同学们？是这样找的吗，同学们？是不是？1、2、3，对，这道题很简单，走起。张嘴，任何人必须张嘴，你要不张嘴，祝你3年内考不上研究生。我跟你说，你信不信？我也考研，我也考研，我喜欢吃，我喜欢睡，我要考研，想多了。张开嘴，对，积极主动的学呀，同学们，什么叫考研？你要积极主动的学，你不能被动的坐在那地方，你快死了呀！你考什么研究生啊？1、2、3，目前这需要中央控制的各种措施，所以这需要加个字儿，加个字儿，所以这也需要走，所以这也需要专家的帮助，比如说经济学家和运筹学家。好，咱们第一次正式讲长难句分析，所以你要把这句话再看一遍，再往下听。对，每句话我讲完你都要按个暂停，听完懂了，弄懂了再听下一句。不急，急什么呀？英语的语法长难句就这么多，被我这几节课这2天3天的内容讲完了，你急什么呀？好，再来一个，这是08年的1月份的大学英语6级考试的里面的一个句子。我觉得特别好，我把它抄了出来，因为4、6级和考研我都讲呀，所以相通的这句话很不错的。来，上来第一步找谁？答先找主句的谓语动词，第2步找连词。来，咱们一起找好不好 ？The data suggests 不用读了 ，suggest 的，并且我敢保证 suggest 一定是主句的谓语动词。我怎么知道？因为 suggest 前面没有引导词，没问题吧 ？The data suggests that， 好，走起啊，找连词了啊。Physically attractive individuals are more likely to be treated well by their parents. 逗号 sought out as friends and pursued romantically. 句号。连词在这呢，刘老师，我看见了 and。好 ，and 后面有没有省略呢？我也不知道。咱们先把这句话翻译完呗。
来，这句话主句的谓语动词是 suggest， 主语是一起说 the data， 宾语是有 that 引导的一个从句在做宾语，所以这个从句不是一个单词，它是一个从句在做宾语。这个宾语从句怎么那么长呢？我看一下，从 physically attractive 一下到 romantically， 好，不急，这一坨全都是宾语，是吗，同学们？那比如这个 are more likely are 呢？are 是从句的谓语动词呀，因为前面有 that 呀。哦，对。那你说 sought 是个动词吗？那你说 pursued 是个动词吗？好，我先说 sought 是个动词吗？记住同学们，一个动词加 ed 的形式 sought 不就 seek 的过去式吗？对吗？一个动词加 ed 记清楚，有可能是个动词。如果它是个动词的话，它应该是个过去式，也可能不是一个动词。那它是谁？过去分词呀，主动就加 ing， 被动就加 ed 呀。所以动词加 ed 的形式有两种可能性，有可能是谓语，也可能是过去分词。那它是过去分词还是谓语动词？我不知道呀，我一会儿读读才知道呀。那你说怎么办，刘老师？答不怎么办呀？先放到这儿。所以 sought 和 pursued 有可能是动词，也可能不是动词。are 虽然是个动词，一定是从句动词，因为前面有 that， 所以主句的谓语动词 suggest。听懂了，刘老师？这个宾语从句怎么那么长呀？我也不知道。咱们先翻一个试试，好不好？来，1、2、3，走起。数据表明，对，不要翻成建议。数据表明，比如说是个插入语，装作没看见。数据表明什么呢 ？Physically attractive individuals，physically 是身体上的 ，attractive 吸引人的 individual 人。身体上吸引人的人是什么人？靠身体吸引别人。哦，别多想了啊！靠身体吸引人的人是什么人？是不是长相姣好的人，帅男靓女？王一博、肖战就靠这个东西干活的，是不是？对，就翻译成帅哥靓女吧。这个不好听，长相姣好的人，好不好？来，数据表明，长相姣好的人更可能 be likely to do something， 可能做某事 ，more 更可能。长相姣好的人更可能被对待 treated， 很好的对待被谁？被他们的父母。那就长相姣好的人更容易受到父母很好的对待，好难听啊！更容易受到父母的什么宠爱？对，长相姣好的人更容易受到父母的宠爱。Sought out as friends， 原先是 seek 寻找作为朋友。对，我不知道有没有省略，我先翻译完呀。并且浪漫的追求，咱们这个翻成浪漫的追求不好听，就先这样吧，咱们先翻译完，一会儿咱们说不好听再怎么润色，好不好？来，1、2、3连到一起就是，认真听有没有省略？数据表明，身体有些长相姣好的人更可能受到父母的优待，寻找作为朋友和浪漫的追求。有没有省略？有，刘老师，这两坨读着一点都不舒服。好，说明有省略，有省略怎么办？答，找省略的内容啊，并且省略一定在连词后省略，连词前不可能省呀。好，咱们看看连词后有什么？有个动词加 ed， 我没讲错吧，同学们？加 romantically 是个什么词？副词。同学们，你记住哈，今天其实我不想讲副词，因为副词是我的专题。但是今天我稍微说一下，记住哈，只要见到副词一定是状语，记住，只要见到副词一定是状语，记住。那就状语呗，刘老师，那就是 and 后面加了一个动词加 ed 加了一个状语。那你不是说 and 后面有的成分 and 前面一定有吗？所以你在 and 前面那句话一定能找到一个动词加 ad 加状语。好，往前找 ，sought out 就是动词加 ed， 状语就是 as friends。读到这个地方，同学们，你发没发现没有省略？因为 sought out 对应的是 pursued， 而 as friends 对应的是 romantically， 没有省略，对不对？是，没有省略。那怎么办，刘老师啊？同学们，你能不能睁开眼睛一看，这根本不是2个句子的并列，这是3个句子的并列，前面还有一坨呢。To be treated well by their parents, sought out as friends, and 这是3个句子的并列，睁开眼是不是？所以前面是动词加 ed。treated 1、2、3说 treated 对应的是 sought out 对应的是 pursued。
will by their parents 显然是个状语啊 ，will 也是个副词呀。所以 will by their parents 对应的是 as friends，as friends 对应的是 romantically。那你告诉我 treated well by their parents 前面有什么？我后面两个句子都没有。前面有什么？这个宾语从句的谓语是 are， 所以 treated 前面有什么？赶紧说啊 ，more likely to be。对了 ，are 是个谓语，省略了 more likely to be 呀，同学们。所以在这个地方加个1、2、3加 more likely to be， 在这个地方加个 more likely to be。讲完了，基础好的其实都不用听我讲，很简单。但是我们一定要慢慢讲，因为后面有很难的句子，你必须在客观的分析才能做对，你靠语感是做不对的。知道你靠语感是可以做对的，但下面你做不对，好吧？来，1、2、3，咱们重新说好不好？这句话从总体上来看是个什么结构？从总体上来看是个主谓宾结构，宾语是由从句构成的，宾语从句的谓语是 are， 主语是 physically attractive individuals， 表语是由按的并列的3个东西共同充当表语。1、2、3 ，more likely to be treated well by their parents， 逗号 ，more likely to be sought out as friends，and more likely to be pursued romantically。讲完了，1、2、3，把这句话完整的翻译完。对，下面就认识单词了。数据表明，长相姣好的人更容易受到父母的优待，更容易被寻找作为朋友，好难听啊！更容易被寻找作为朋友不好听，更容易交到朋友，更容易被浪漫的追求 pursue 追求啊 romantic， 可能更容易被浪漫的追求。我跟你说，他们长得再丑，爱情都很浪漫，因为爱情本来就是浪漫的一个代名词。你不要发现更容易被浪漫的追求，更容易受到他人的追求。所以你不要发现更容易受到异性的追求，现在已经不分同性和异性了，是不是？咱们哪谁还分同性异性啊？更容易受到他人的追求。好，讲完了，你翻译对了吗？对，更容易交到朋友，更容易受到他人的追求。结束了，省略了，因为这是3个句子的并列，所以后2个都有省略。主谓宾结构，再来一个吧，同学们。对，你就该按暂停，好好想一下，再继续听了。